秒杀万元以下只有消肿功能的美容仪，把那个我要过夜的地方过成我自己的家。我们想去的地方，他们不想去；他们想去的地方，全世界都一样。美妆界的韩国的欧米亚给多年保持美貌的一个小秘密：上厕所屁股到底要怎么摆？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现在呢人在济州，现在是早上8点半，但是呢我们一整屋子的小朋友其实也只有2个啦，就还在睡觉，我怎么叫都叫不起来。所以呢我就突然想到说，不然我就来和你们分享一下我出行出游会带的好物们。我就这样一边录一边发出声音，慢慢的他们就醒来了。我每次出行出游，只要是在外面会过夜，我都会带非常非常多我自己的东西。陈老师经常说，我这种在生活中根本就不叫龟毛，叫猫毛、鸟猫。好了，我承认我不挣扎，我这个人出门真的就是很麻烦。我平时在生活中也是蛮麻烦的，顺手的东西如果少一个呢，我就会一整天都不舒服。但是猫毛有猫毛的好处，就是我不管去什么地方，我都可以把那个地方变成我自己的家，那么的舒适。所以今天这集呢，我们要来和大家分享平时出门大家一定会带的那种什么习惯的保养品啊、收纳包啊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啊，大家随便点开任何一个行李打包的影片里面都有。这一集里面出现的各种小物们，就是陪伴我这么多年出行出差，可以大幅提升旅行舒适度的宝藏好物们。这些好物呢，价格都不是很贵，但是呢，效果都非常的吸人，而且不管在家里还是出行都可以用。我本来想说一下是 top 多少的宝藏好物们，因为大家标题都这样写，但是我数到一半我就放弃了，因为好像零零散散的东西有点多。反正呢，我就在我的房间里面一边走一边和你们分享。那我们马上开始吧。这边呢是我的床头，你要问我一个地方最快让自己自在起来，然后变成像自己家里一样的方法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改变这个地方的气味，把它变成你熟悉地方的味道。所以呢，我出门都会带一些香香的东西。这个呢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香氛机，其实它是一个车用香氛机，它里面是换香片的。这一个香片可以用非常非常久。我最近出游的时候，我就会带一支这样子的睡觉的一个精油，然后我就会直接把它滴在这个香氛机的这个香片上面，我发现它这样也一样可以挥发的不错。然后这样子的香氛机好像很多的品牌都在出，好像 MUJI 也有类似的这样子的产品。所以如果你们刚好也要像我一样出行带一个这样子类型的东西，我觉得很多品牌你们都可以去找看看。出门在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睡得好，所以我有一些睡觉的好物，像这个是我出门一定会带的一个真丝眼罩，因为有一些饭店它可能遮光做的不是那么的完全，常常会露出一条边。不过我们这次住的饭店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这几天其实是没有用到这个眼罩。不过这个东西我出门还是会有备无患。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睡觉的喷雾，其实很多牌子也有出睡觉喷雾，不过它是 for kids， 因为我们家有小朋友和我们一起睡，所以呢，他们睡觉前我就会这样子喷一喷，空气里面有一种柑橘跟薰衣草的味道，我觉得很好闻。每次喷完呢，他们都会说啊，好像睡得就会更安稳一些。好像有点睡得太安稳了。对，还在这边看得到吗？除了刚刚睡觉那些精油，还有香香的东西呢，还有一些精油也会带，它们是一些有功效的，我觉得可以在旅途中帮忙我。这一支是牛至的精油，它里面是这样子的滚珠的形状。通常我是在出门，我会把它涂在口罩上面，然后涂在身上，就会觉得那个空气闻起来很干净，有一种消毒过的那种感觉，心理上比较安心。这一支也是出门一定会带的，它是晕车晕机的配方。像 Chris 有些时候坐车他就会想吐或者不舒服，然后这个的味道里面有薄荷、生姜、茴香这一类，都是有一些刺激的辛香料的那种味道，在你不舒服、恶心的时候，我觉得闻一闻它，整一个人状态会更好一点点。然后还有一支也是我会常带的，就是薄荷精油。薄荷精油就是通常不是我用，是陈老师用。我很怕他开车开一开呢，就会有点困，所以呢就会带这支薄荷精油，让它提神醒脑。通常我就会涂在鼻子边这个位置，然后闻一闻之后就会马上醒过来。像我们出行可能会时间排得比较紧，累的时候常常工作会觉得打不起精神，这个精油只要涂在我鼻子两边，吸一口气，精神一下子就来了。再来呢是一些我出行会带的维他命，我都会把它跟水放在一起。其实这次出门我没有带很多，刚好我最近在吃的这个维他命是有综合的，所以其实我带一种维他命里面就有很多我需要补充的元素。另外一个就是我出门一定会带的，就是青汁。平时在家里蔬菜算是吃的非常非常多的那种人，非常怕出门的时候就蔬菜吃的很少，蔬菜一旦吃的少呢，我就怕膳食纤维不足，膳食纤维不足呢，我就会便秘。反正生过小孩的人都懂，非常非常害怕这件事情，所以我出门就是一定会带的。然后还有一个东西，等我一下。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这其实是我来济州之后买的，它是一个提神醒脑的、补充精力的，这个也是我出门的时候会需要的一个东西。但是其实这一个我还没有吃过，就是楼下便利店我看到它有在卖，然后我就买回来了，我等一下来吃看看。反正呢，就是出门的时候这一类能量补充、营养补充的东西，我都会要带齐带好。太重要了。带小孩好累，真的好累。因为我本来这次想说，有没有办法又玩好，又可以顾好小孩，然后又可以让我们觉得整一层我们两个大人都有休息。现在这个结论是不太可能，他们玩得好，我们就玩不好。我们想去的地方，他们不想去；他们想去的地方，全世界都一样。什么公园啊、喷水的地方啊，冲到水里面一头栽进去啊。好，他们开心很重要啦，陪伴小朋友有一个快乐的成长的童年。好，我们继续看我还要带什么东西。在这个柜子之下呢，就是一个这个房间的小冰箱。这个冰箱你要干什么呢？不是要跟大家介绍吃的，拿出一袋蓝色的怪东西。还有一盒这个，因为这里的光线真的是怪怪的，我们坐到沙发那边和大家分享。首先这一罐小小的呢，是我出门一定会带的，它其实是 Sally Max 的淡斑棉片的一个分装。这个盒子是我们上一次团购的一个赠品，我是把它从正装里面分出来放到这个小盒子里面的。Sally Max 的棉片，我们频道的观众应该都很熟悉吧？因为我其实已经分享过非常多次了。之前呢也有团购过，它绝对是我日常爱用，然后出门一定会带的一个产品。他们家的东西我真的不知道空瓶多少个，我最近真的非常认真的在收集我用完的空瓶，如果想要看的观众记得期待一下。我是那种保养程序绝对没有办法离开水类产品的人，虽然皮肤科的医师都说水类产品的功效非常的废，可是呢我觉得可能是我的习惯吧。我在洗完脸之后，我就非常习惯拍一个精华水，然后再用精华水加上棉片2次清洁加上滋润我的脸。不过呢最近几年就出了很多这样子的棉片，就会比原来我要精华水加上棉片方便非常的多，又可以清洁又可以湿敷。所以现在我出行的话就不太会特别去带一瓶瓶装的那种水，这样子我的行李也会轻不少。那我平时的做法呢，就是按照我出行的天数还有我的用量，从正装里面然后分装出来我要用的这个量，放到这个分装的小盒子里面。然后到了饭店之后呢，就直接把这个小盒子丢到饭店的冰箱里面。他们家这个棉片有非常多的功能，这一款呢是淡斑，然后会提亮肤色的。出行的时候有些时候一累，整个脸就会看起来非常的暗，所以我通常的用法呢，就是把这个棉片拉开，然后贴在我鼻翼两侧的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呢是我脸上毛孔最明显，也是最容易暗沉的位置。敷完之后呢，皮肤也会比较透亮还有均匀。和面膜比起来的话，像这样子的棉片就会更加灵活一点，因为它比较小片，想贴哪里就贴哪里，而且它早晚都可以用。用完之后呢，那个精华液也不用特别去洗掉，你就抹一抹均匀的吸收完之后，你就可以进行后续的保养了。而且因为我用的这个棉片小盒的它是冰过的嘛，所以除了正常的棉片本身的功能之外，冰敷该有的功能它也会有，像镇静皮肤、缩小毛孔这一些功能。而且当你脸上的温度下降之后呢，你后续也不容易出油。其实大家出去逛一圈药妆店，像我们昨天晚上去逛 Olivia Young 这样子的棉片，真的非常多牌子都在出，应该算是今年度跟去年度我觉得最火热的保养的单品。我自己也买过非常多的牌子，不过呢就是有一些牌子你就会觉得说用起来它拉伸度不够好，就没有办法抓在脸上。有一些呢又觉得它好像水分不是很足，然后另外有一些呢我还没有用几次，我脸上就开始敏感冒痘痘。总之呢，作为人体小白鼠，用过非常多的棉片之后呢，这一罐是我用的最久的。虽然它的功能是标榜是美白的，但是我贴在脸上呢是几乎感觉不到任何的刺激的。看了一眼它的成分也非常的单纯，没有额外添加一些像人工香料，然后像化学物质这一些让皮肤有负担的东西。之前买过的观众也会有分享说非常的喜欢，所以我想这一罐应该真的是健康的肤质都会适合的一款。而且这个棉片在韩国也非常的红，它也拿过 Olivia Young 的第1名。说起 Olivia Young，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是来韩国必逛的名店，堪称美妆界的韩国的欧米亚给的程度？不过每次去逛，是不是走进去就会觉得说天哪，琳琅满目，分门别类东西超级多，逛起来就非常的头晕，不知道怎么逛，对不对？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小方法，才不会买到一些网络上很红，但是在韩国根本没有人买的东西。就是呢，大家去 Olivia Young 之前呢，直接在 App Store 里面搜 Olivia Young， 然后就会出现一个 App， 你就把那个 App download 下来，这个 App 界面长这样子。然后呢，你在买之前，比如说我们今天要买这个 Sally Max 的棉片，你就可以先输入你想要买的这个品牌，你把 Sally Max 打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如果这个东西在韩国真的卖得很好，它在右上角的这个角标上面，它会有 Best 写在上面。像这一罐我带的棉片呢，它上面就是一个 Best， 就是证明它在韩国真的卖得非常的好。这个小方法也和大家分享。我昨天看 Olivia Young 的 App 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一罐棉片在 Olivia Young 上面的价格是493台币，而且它要满60美金才有台湾免运的一个服务。我突然就想
起来说，我们上一次团购的价格大概才只有5折而已，真的比来韩国杯还要便宜，所以我就连夜和 Sally Max 敲了9月4号再来做一次 Sally Max 他们家我喜欢的这一系列产品的团购。这一集影片上的时候，大家应该刚刚好可以赶上。那我也把这一次 Sally Max 团购的连结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哦。接下来这个东西，这一坨蓝蓝的，刚刚拿出来，大家是不是已经吓一跳？因为我儿子每次都非常的好奇，说妈妈你在脸上干什么？这个呢，其实大家应该都见过，也见怪不怪，它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其实是一个冰敷的面罩。我有买过非常非常多个，堪称多年保持美貌的小秘密之一。这样子的冰敷面罩应该非常好买，你晚上睡觉前把它冰在冰箱里，早上起床之后把它敷在脸上，消肿效果秒杀10000元以下只有消肿功能的美容仪。虽然这样讲有点得罪人。这个冰敷面罩呢，是我在 Coupon 上面买的，它只要400多。不过我在网络上搜了一下，有一些冰敷面罩长这样子的，比400多我买的这个还要便宜。不过呢，我这个冰敷面罩它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就是它眼睛的这个位置啊，也是有一个液体可以跑进去，所以你躺着冰敷的时候呢，你眼皮这边特别容易肿的地方，一样可以帮你消肿到，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不过呢，它也是有个问题，就是像我们家的冰箱温度就会比较低一点，把它敷在我的脸上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眼球快结冰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像我一样，眼球这边非常怕冻的话，就是眼球这边再把它垫2张化妆棉，在敷的时候呢，可以隔绝一下，不会这么的冷。这个真的算是又便宜，然后效果又好。虽然它非常的古早，但是我真的觉得它是每一个爱好美貌的人应该拥有的东西。很多人会推冰块加上很贵的矿泉水。对啦，最近不是好莱坞都很流行弄一整盆冰块，然后把 Boss 那很贵的那种矿泉水把它倒进去，然后把整个脸埋进去那个水里面。我其实看了就很好奇，比佛利山庄那一块店里面买不到这样子的冰敷面罩吗？然后包含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机器，价格也要几千块，不便宜。那个东西呢就只有冰敷的功能，当然那个会更方便一点，就不用找一个冰箱还要去冰这个东西。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其实居住的环境比较固定的情况下，不用买那么贵的东西，家里备一个这个就可以了。不然你敢想象现在时间早上7点，然后你昨天2点睡觉还吃这么咸的宵夜？当然啦，我还是有用美容仪啦，只是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消肿的加成，会让整个脸就瞬间醒过来，是整个脸喝的冰美式。给你们看一下我出门会带的美容仪，在浴室里面。怎么打啊？推错边。琳琅满目、非常混乱的洗手台。冰敷面罩呢，功能仅限于在帮你脸部快速降温、消肿。不过呢，希望脸部线条可以更紧致的效果，我觉得还是需要美容仪来帮忙一下。这个习惯我其实是在家里就有，那我出门也不想要改变，所以我就会带一个这样子的体积比较小的，可以放在包包里面的，出行也可以继续保持这个习惯的美容仪。这一个美容仪我其实已经用了非常非常久了，看它都已经很旧了，边边这边都已经有点变颜色了，所以我的脸没有很肿这个事情呢，有刚刚那个冰敷面罩的功劳，也有我的美容仪的功劳。我现在站在淋浴间里面，看起来是有点怪怪的。但是呢，作为猫毛人出门一定要带的东西呢，除了刚刚说的那一些之外呢，还有我的肥皂们，一块是洗发皂，一块是润丝皂，我非常的喜欢。就闻到这个香味呢，就会觉得说我人在家里面就很安心。因为我有些时候住饭店，就真的像在开盲盒。我们这次在济州开到的盲盒就还不错，它的整一个备品呢是 Barman 的，附的东西呢也有润丝，也有洗发精。上一次去住垦丁的凯撒的时候，他们那个备品我就用的非常的不习惯，所以我为了保险起见，我其实出门一定会带我自己的洗头的用品。可是呢，因为像洗发精什么的，一大罐一大罐的，我觉得那很重。我后来发现这样子的洗发皂跟润丝皂很方便，收起来就只有这样小小的2盒。我这个皂盒是在 MUJI 买的。对了，我这一次从济州回去之后，我就打算把济州的旅行的体验，然后花费可以玩什么样的东西和垦丁的花费体验去做一个对比，因为我觉得这2个城市真的非常的相似，感兴趣的观众可以期待一下，我觉得应该会蛮精彩、蛮好看的一集。洗头东西有了，润丝有了之后呢，再来洗完头发呢，一定会带的就是这个护发精油，因为它小小一支，我觉得它带起来很方便。其实这支精油我在家里就会用，出门也会带来。这样子的话，洗完头之后就涂在发尾，整一个头发呢看起来就会比较的柔顺顺滑。再来身体护理，出来海边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之一就是你的皮肤可能会一直被晒，你的脸上的皮肤也会
会被晒，身上的皮肤也会被晒。虽然我们会做足防晒，但是我真的觉得像济州，不知道是为什么晒在身上会发烫的那个感觉非常的强烈，所以呢，我会习惯说回到饭店之后一定要给身上的皮肤、脸上的皮肤去做一个镇静。我是有备而来的，我带的是这一支小的，也是 Sally Max 他们那个之前我有和大家分享过的诺丽安瓶的精华。这支精华呢，其实是用在脸上的。我一开始也只是计划用在脸上，但是呢，我就后来发现说，其实身上很多皮肤也是需要镇静的。然后呢，我发现我带这么小一支，并且全家都要用的情况下，根本就是不够用。还好我们楼下附近不远处就有一家 Olivion， 所以我就快点冲进去，直接买了一盒。这个盒子还在这边。晒完之后，皮肤发红、发烫，甚至发肿的地方，就是这一支下去。这样薄薄的涂一层去睡觉，隔天起来你就会发现说皮肤就完全就是恢复正常，不会有什么脱皮什么样的状况。所以这一支作为我脸上也爱用、身体也爱用的一支宝藏的安瓶，这一支自然也是放在我们整一个团购组合里面。好，最后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随身百宝袋里面有什么。这些东西其实不管是我出国也好，还是出门也好，其实都会带一些小物们、好物们。我拿到什么说什么好了。从大的开始好了。第一个呢，就是防晒，随时随地都会带着的这一支。这支其实我是手上、身上我都一起在用的。这也是 Sally Max 他们家的。它的整一个质地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一下。它是 SPF 50，可是呢，它是这种非常水润的质地，很好推，轻薄到你不敢相信这是 SPF 50 PA 加几个加 PA 加的防晒。像有些观众可能不是很喜欢润色的那一种，那我觉得这一支你们会很喜欢，而且它跟刚刚那个棉片是同一个系列的，也是亮白系列的，所以我最近出门都是有带着它。再来就是这个手喷，可以随时随地保证你的手是清洁的，然后包含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出去吃饭，桌子上很脏，也会拿这个喷一喷，然后把它擦干净，甚至这一瓶它是可以喷在餐具上面的。有些时候在外面用餐的时候，外面的一些餐具我会觉得不是很放心，我一样也会先喷一喷，然后过一阵子再拿湿纸巾把它擦掉，这样子呢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自己。再来就是一个润唇膏，我是一年四季都一定要用润唇膏的人，这一支我觉得非常的滋润，我很喜欢，而且这次来韩国还回购了。再来这个怕胖人群的必备，这是一个果冻，然后它就是可以帮你好像是抗糖还是什么的，反正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吃一个安心。平时在家里面不见得会吃，可是因为出来旅行的时候就大吃大喝的大餐可能会比较多，就会想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在身边。这个是昨天开 IG 直播的时候就有观众问我说，嘴巴上擦的唇膏是什么色号的？昨天擦的就是这一支 MAC 的 Ladybug 正红色。如果你满唇涂在嘴巴上的话，是很红很有气场的那种颜色。可是我其实平时都不会涂那么红，我呢通常都会这样下嘴唇靠里面涂一点，然后把它抿开，血色就会更好一点。我到底有没有涂好啊？最早它是一个很小的礼盒里面的一支口红，一直散落在某处，我就一直都没有用它。最近又找到它，我觉得它的颜色还蛮好看的，所以就拿出来用。小小一支带起来很方便。再来呢，就是这个迪奥的丰唇蜜，这也是不知道买了多少支，很喜欢。如果你有些时候觉得嘴巴干干的，然后有皱纹的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会涂在这个嘴唇的唇峰这里，然后下缘的边边亮晶晶的，也不会觉得很黏的那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护照，出国一定要带的，因为有些时候要退税什么的。洗手片，有些时候会很害怕外面的洗手间可能没有那个洗手乳，所以我自己会带这样子的洗手片，搓开之后它会整个化掉，变成泡泡在你手上。再来漱口水一定要带的，吃完饭的时候漱一漱。再来这个呢是一次性的马桶垫，我们女生在外面上厕所，大家会不会很担心就是屁股到底要怎么摆这件事情，到底是半蹲呢还是要整个坐上去？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像我一样，就是在外面的公共厕所，如果要坐在那个马桶圈上，我真的觉得很害怕。虽然有些时候旁边会有那种消毒喷雾，可是我就会想说马桶圈的下面那个边边有没有消毒到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觉得心理阴影很重。像我女儿上厕所的时候，因为她还很小嘛，坐在马桶上的时候，她的手会这样扒住马桶的两边。如果我单纯只是消毒那个马桶圈，她扒那个马桶旁边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非常害怕。可是呢，用这样子的垫片呢，垫完之后呢，这个马桶就是像穿了一个帘子一样，所以女儿坐在上面，她就算扒在旁边呢，她也是扒在这个垫子上，相对来讲会比较安心一点点。这个也是我出门一定会带的东西。好啦，分享完毕啦。现在的时间呢，也已经渐渐到了，我觉得必须要叫他们起床的时候了。把他们喊起来吧！起床啦！起床了。好了，这就是这一次和大家分享的我的出行好物们。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也别忘了支持这一次的 Sally Max 的团购啦，真的非常的划算。所有的组合也都是我亲自一个一个挑选组合好的，应该是可以符合大家很多场景的一些需求。如果喜欢的话，记得不要错过咯。好了，我要去换衣服啦。
开始今天的旅程啦。